大家好，我是 A。那今天我們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之後會被 nerf 的一些英雄打的這一場比賽。對，那其實這次這個玩家是用一些之後下個版本或者是下2個版本，那個伊利弗都會來一個大削弱的那種角色。那例如說什麼？例如說這個神行者，或者是那個阿澤，或者是這個王牌密探頭盔啊，就是那些都是會在下2個版本之內，在伊利弗裡面得到一個大的削弱。對，那如果你是韓國的觀眾的話，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那其實是伊利弗他的那個英雄改動已經差不多4-5個月沒有改了。那時候我才說，是下2個版本，就是這個意思。就是因為我知道韓服他已經進行了這個改動，所以那裡有可能是不明白我說什麼。那其實就是伊利弗那個進度大落後簡單來說，對。但是這就來看一場，或者是跟大家分析一下嘛。那其實為什麼那些英雄會在下一個版本得到一個很大的削弱？对，那其實在我這天錄音的時候，我已經完成了這個7天直播裡面的第6天。对，那打了這6天之後，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因為首先不聊這個什麼 MMR 的問題啊，那這個 MMR 的問題其實昨天還是前天已經聊得非常之多，而且那個問題點就是那什麼非常之重複遇到對手這個問題嘛，那這個就再聊。那其實我發現問題就是現在那個戰鬥系統裡面，對，因為它現在有個電圈嘛，那這個電圈是很有效啊，我要說很有效的把那些 hit and run 打法的玩家都削弱了，就是他現在基本上是很難再用到這個 hit and run 的打法。那但是就出現了另一個什麼的問題，那其實就是因為現在那個電網變得非常之小，就是因為電網慢慢縮小嘛，而導致這個戰鬥的那些位置會變得更小。那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那有些英雄就會從以前好像沒什麼強勢，變成非常之厲害。例如說我經常所說的 Meta 英雄，那些傳說英雄那些傳說英雄他的抓能力通常都非常之厲害。那以前可能是因為沒有這個電網系統的影響下，他抓人的那些走位就是敵人的走位，其實也是可以透過走位來避開他的攻擊。那但是自从那個電網系統加入之後，也基本上他有些很多英雄的一些攻擊都是無法的避開的，或者是非常之難避開。那例如說現在那個韓服已經把它改掉的那些什麼提爾什麼梅菲斯特什麼那些神行者那些，我猜都是為了適應這個新版本競技場而改動的。就是他們可能也發現一點，就是現在這個電網系統好像很局限於很多玩家的走位，而導致這些英雄他的攻擊非常之容易抓人，就是比以前更容易抓人。有這個電網系統的那個相輔相成變得異常的容易抓人。所以的話，這個問題的話，韓服就拿出一個解決方案嘛，就是把那些英雄的那些抓能力，就是空中 air dash 能力因為 air dash 能力通常都是跟那個抓能力有關，那他們就把一个抓能力进行了改动，就是让他們的靈活性沒那麼高。對，那我覺得這個改動也是非常之合理就讓這個競技場的那些傳說英雄，他的影響力沒那麼大，就是更容易被對面避開到他的那些攻擊。比如說阿澤的那個 air dash 可以不用再怕從那個非常之遠的地方衝過來插你，而且那個什麼神行者那些也是，就是也是不用再怕從那些很刁鑽的角度衝出來插你，那基本上那些就不用再怕了。那其實我覺得還是有幾隻英雄是需要這個 nerf 的改動吧。那其實第一支我覺得應該是魔彈。其實以前魔彈我也覺得在沒有電網系統的時候，魔彈的那些子彈其實也不算是容易避開。那自從這個電網系統下來之後，因為那些低頭就那麼大了，那個子彈飛過來基本上你是很難避的。那基本上我可以說我是覺得比以前更難避，就是你基本上就不能在他用那個魔彈的時候貼在他身上，就是不能嘗試抓他，因為你一抓他就可以立馬
把你射下來。對，那個就是現在那個魔彈在這個新馬競技場的那個厲害之處。那當然，我覺得還有一些英雄在這個新馬競技場裡面也變得過於的強大，例如說這個奧丁的那個龍捲風，因為他現在這個移動位置不多嘛，就讓玩家走位的位置不多，那基本上他龍捲風一放出來，你是很難避開的，因為那個位置太小了，而且他那個龍捲風存在時間也非常之多。那當他那個敵人啊把那龍捲風放出來的時候，他就可以跟着龍捲風來進行那個無風險的進攻。對，那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看的方法可以避免到。那他可能想說，用什麼破戒陣那些不就行嗎？那其實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敵人是在這個後期就能用的話，你真的會願意冒着風險拿這個破人出來打這個龍捲風嗎？那這個就是我們要思考的地方。那這個也是現在競技場那個奧丁，我覺得是有點過於強大的那個問題所在啊。那其實我覺得韓服應該是會把這個改動了，因為它其實的存在有點像這個創世紀，就是那個放那個炮台出來的那只英雄啊。那只英雄也是因為其實官方也知道那些可以放置型的東西啊，如果在换英雄的情況下還是能存住的，就非常之難纏，或者是有點做壞。所以的話，韓服已經把這個創世紀那只英雄啊，在換英雄的情況下，他的炮台會直接消失，而且你把他的炮台打爆的話，他的飛彈也是會跟着消失了。所以的話，我覺得奧丁未來的改動方向應該是會變成這樣子的。